何赛飞新剧演绎真穷人，53元睡衣，裙子不过200，却套套惊艳。杨紫与徐凯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承欢记》近日火热开播，两人的精湛演技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盛宴。本剧改编自一书的经典同名小说，剧情精彩纷呈，矛盾冲突不断，必将引发观众的深思与热烈讨论。吴彦姝这位86岁高龄的女演员，依旧保持着那份独特的优雅气质，岁月的痕迹在她身上似乎并未留下太多印记，令人赞叹不已。何赛飞61岁的她去年荣获金鸡奖，演技卓越备受赞誉。她的表演生涯丰富多彩，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经典角色。《承欢记》中，杨紫一家并非如一书笔下我的前半生中的都市精英，而是平凡的家庭背景。这样的设定让故事更贴近现实生活，充满温馨与真实。近年来，国产剧中频繁出现月薪微薄而房租高昂的不切实际情节，这种明显的逻辑谬误令人诟病。这种设置既脱离现实，也削弱了剧情的说服力。主角虽常自称贫穷，但购物时却毫不吝啬，一次性消费数万毫无犹豫。这种矛盾的行为令人费解。在国产剧中，穷人角色的缺失确实令人疑惑。难道在编剧的笔下，贫穷真的成了难以触及的议题？我们期待更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，让穷人形象不再边缘化。《承欢记》中，何赛飞的服饰风格令人瞩目，展现了国产剧服饰审美的新高度，令人对国产剧重燃信心。电视剧中，普通人的身影亦能熠熠生辉，他们或许不是主角，却同样承载着生活的真实与情感。每一个细微的角色都描绘出这个世界的多元与包容。置身于繁华的上海背景之下，这部剧不禁让人联想到数月前风靡一时的《繁花》，两者都以上海为舞台，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故事。尽管两部作品看似迥异，但它们各自所承载的情感与主题却各具特色，无法简单的进行比较。它们各自独特，各有千秋。一个灯红酒绿，璀璨夺目，彰显着都市的繁华；一个古香古色，曲径通幽，透露着小弄堂的宁静。两者风格独特，各有千秋。《承欢记》细腻描绘家庭琐事、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以及职场中的起起伏伏，整体氛围温馨而真挚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真实。正因如此，它紧贴现实，使观众得以深刻体验其中的情境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，仿佛置身其中。在这部实景拍摄的剧中，杨紫化身为29岁的上海女子麦承欢，将她的魅力与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。我们和老父老母还有弟弟蜗居在古老的弄堂之中，这里的邻居们都是那么的亲切和蔼。与男友相恋3载，情感深厚如昔，现今已至谈婚论嫁之时。愿此情长存，携手共度未来岁月。他坚守在酒店岗位上，勤勤恳恳地付出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逐渐在职业生涯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何赛飞诠释的母亲刘婉玉，对女儿虽严苛，却深藏宠溺之心，这份深沉的爱，在成长的点滴中悄然流露。在剧中，何赛飞对杨紫催婚的情节，真实的令人感同身受。他的言辞恳切，情感真挚，仿佛揭示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婚姻的热切期待。岁月如梭，转眼你已近而立之年，每每念及，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焦虑。女儿默默不语，静待母亲的絮叨。在母爱的滋润下，她学会了聆听与接受，这些言语成了她人生旅途中最温暖的指引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类似的场景屡见不鲜。人们忙碌于各自的生活，彼此间交织出无数的故事，共同构建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
父母的心始终牵挂着子女的未来，时刻催促着他们尽快为人生大事做出决定。这种关怀与期待，既是对子女未来的期许，也是对家庭幸福的渴望。不仅仅是父母，身边的亲戚也热衷于插手他人的事务。他们总是觉得有责任给予意见和指导，尽管有时这种干预可能并不受欢迎。摆出一副长者的姿态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我穿越的岁月长河，比你漫步的人生小径还要曲折。”随后便是一番深入的道理阐述，用以教诲晚辈，希望能修正他们的观念。承欢记的剧情不正是现实的写照吗？其中的话语技巧与现实中的情形如出一辙，让人不禁深思。刘婉玉对麦承欢的男友颇有微词，她私下里劝说麦承欢考虑重新选择。她希望麦承欢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伴侣，收获更美好的爱情。麦承欢得知男友隐瞒身份，竟是个富二代，愤怒不已，决心与他分道扬镳。这段感情的裂痕难以弥补。麦承欢默默付出3年，为这个男人打理家务，偿还贷款，尽心选购各类物品，而他竟一直欺骗他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竟连展现真实自我的勇气都没有，宁愿让我置身于迷雾之中，不愿让我窥见他的内心世界。麦承欢的反应再正常不过，她就像大多数出身普通家庭的女孩一样，对于突如其来的变化表现出了应有的情绪反应。愤懑之余，心头却又涌上一丝难以言明的欢愉。男友家境的优渥，无疑为两人的未来带来了更多可能性。这样的变化确实令人欣慰。得知女儿男友是富二代后，刘婉玉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再劝阻二人分手，反而热切期盼女儿能早日嫁入豪门。当麦承欢与男友发生冲突时，男友提出一个诱人的条件，为他的弟弟安排一份好工作，希望刘婉玉能出面调停。面对这样的提议，麦承欢几乎没有犹豫，便一口答应了下来。麦承欢为弟弟的事业牺牲幸福，被指重男轻女，他是否真的成为了被迫的伏地魔？这其中是否有更深的隐情？幸运的是，我的弟弟是个明理之人，他渴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来实现自我提升，而非依赖外界的援助。刘婉玉深爱着自己的女儿，她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出于对女儿未来的考量，希望她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会尽心筹备嫁妆，确保她以最高贵的姿态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让她拥有风光无限的婚礼。这位母亲虽强势的令人不悦，但她对女儿的深情厚爱却毋庸置疑。她的方式或许让人喘不过气，但那份母爱却真挚而深沉。父母出于爱，常想为孩子铺设平坦之路，但过度的关爱往往成为孩子成长的羁绊，影响他们独立生活的步伐。剧情构思精巧，贴合实际，呈现了家庭生活中的各种场景，让人深感亲切。其合理之处，让人不得不赞叹编剧的细腻和敏锐。剧中的消费观念出奇的贴合现实，细腻地反映了人们的日常消费习惯和价值取向，使得剧情更加接地气，让人深思。麦承欢的男友家境殷实，家产丰厚，然而正因如此，他的家人对麦承欢颇有微词，瞧不起他的出身。两家人在会面时，意图给他一个下马威，刻意选择了一家价格高昂的餐厅，意图通过此举展示他们的实力和威严。这1000多的价格确实不菲，相当于麦承欢半个月的辛勤劳动。这顿饭对他而言分量十足，价值非凡。刘婉玉特地挑选了最昂贵的一件旗袍出席此次盛会，这件旗袍无疑成为了她衣橱中的璀璨明珠。麦承欢领着刘婉玉选购，然而刘婉玉一见标价便心生退意，止步不前。她以种种借口为由，最终舍弃了这件衣物。她的理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对她而言，
放弃是一种解脱，也是新的开始。麦承欢深知，母亲虽口称衣物昂贵，实则内心极为喜爱。这份微妙的情感，他如何能不洞悉？毕竟，他们母子间的默契早已超越了言语。他与店员联手，巧妙地编织了一个谎言，告诉刘婉玉这条旗袍正在特价促销，价格只需几百元，成功地为她打造了一个美好的购物体验。经过之前的犹豫，刘婉玉终于下定决心，不再推辞。她微笑着接过店员手中的衣物，完成了购买。旗袍以粉色呈现，工艺精湛，穿在何赛飞身上，展现出独特的温婉与雅致，宛如古典美人穿越时空而来，尽显东方韵味。看起来数量远超2000，或许已经攀升至数万乃至数十万之众。这可真是让人惊叹不已，数字的增长超乎想象。编剧所言非虚，这件衣服的价格确实合理，没有过分夸张。它的价值体现在细节与品质上，而非仅仅是一个数字。在剧中，何赛飞的服饰选择同样亲民，他所穿的其他衣物多以平价款式为主，既符合角色定位，又展现了他的独特品味。价格在200到340之间，这样的定位恰好迎合了广大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，真正做到了物美价廉。虽然剧中角色性格刚烈，但何赛飞的着装却流露出一种柔和之美。他的服饰风格与角色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他身着轻盈的棉麻与纱质衣物，随风轻舞，如同江南水乡的柔情万种，彰显出她独特的女性魅力。这段文字充满了国风的独特韵味，古典之美跃然纸上，既体现了传统的深度，又展现了时尚的魅力，让人在欣赏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。这些图案，花鸟鱼虫，经典至极，领子和袖口的设计更是独具匠心，雅致非凡，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品味与格调。何赛飞的天生气质与这种风格相得益彰，与他当下的年纪完美契合，仿佛量身定制，将他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毫无疑问，他的外表丝毫未显露出岁月的痕迹，与60岁的年纪格格不入，仿佛时间在他身上静静流淌，未曾留下任何印记。保养得当，气质非凡，看起来宛如40-50岁的风采，岁月的痕迹似乎未曾留下烙印，优雅与活力并存。在剧集中，广场舞的每一个步伐都显得如此精致，仿佛是在为观众呈现一场舞台盛宴，每一个转身都充满了艺术的魅力。刘婉玉威严无比，她的力量让丈夫儿女皆笼罩在无形的重压之下，生活在她的庇护与期待之中。何赛飞展现出的对事物的掌控欲可谓登峰造极，她的每个眼神、动作都透露出对局势的把握，让人不得不为之赞叹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他们总是喧闹不止，让脸皮薄的人倍感尴尬。这种行径确实令人不悦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在他身上，既有市井小民的机智与狡黠，又难掩对浮华的向往与追求。他时而精明算计，期待能在生活中捞些小利，又时常憧憬着更为光鲜亮丽的未来。虽然这个人物设定并不完美，让许多网友产生了抵触情绪，难以继续观看，但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性格，使得角色更加真实、立体。何赛飞老师的精湛演技以及独特的穿搭风格，深受观众喜爱。他的每一个表演都令人陶醉，每一个搭配都引领潮流。在戏剧的舞台上，他的装扮总是璀璨夺目，那些服装不仅设计别致，而且与他的气质完美融合，让她宛如一位时尚女王。这件华美的服饰不仅外观引人注目，其细腻的质地也让人赞叹不已。显然，它的价值不菲，彰显着独特的品味与尊贵。众所周知，演员在拍摄时常选择自己的私服出镜，这些衣物价值不菲，动辄几千上万，
已然成为业界常态。然而，何赛飞的服装价格并不高昂，只需在网上稍作搜索，便可发现价格仅为几十元的同款衣物。他的衣橱里，每件衣物都物美价廉，无一例外。无论是哪一件，都彰显出他的精明与品味。低价不等于低质，他的选择总是那么独到。这些价格基本都在200元以下，完全符合上海的生活标准，既经济又实惠，是许多市民日常消费的首选。魔都物价确实偏高，然而100多的衣物在此已算是亲民之选。这反映了魔都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。何赛飞身着的衣物虽非名牌，却展现出不凡品味，令人误以为出自高端品牌之手。他的气质与穿着相得益彰，展现了独特的魅力。何老师的美丽与气质，使得即便是平凡的服饰也能焕发出独特的魅力。他的穿着总是令人赞叹不已。他那身装扮，无疑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热潮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想要拥有与他同款的服饰，以展现那份独特的魅力。何赛飞出身于小百花越剧团，其表演基本功扎实无比，这一点无需质疑。他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眼神，都充满了深厚的艺术底蕴。他在影视剧中以姨太太形象深入人心，眼神之中戏份十足，充满力量与气势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近日，何赛飞怒批代拍行为成为热议焦点。他的勇敢发声，揭示了代拍现象背后的问题，引发公众对娱乐圈乱象的深思。他身披斗篷，手握权杖，如同女王降临，尊贵而威严。每一步都彰显着他的力量与决心，他的存在如同光芒四射，无可忽视。代拍职业确实应受谴责，其拍摄明星照片牟利的行为不仅干扰了剧组拍摄，更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。我们应对此持否定态度，坚决抵制此类行为。何赛飞因情绪激动而生气，他的反应强烈，正是因为他深感愤怒。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，他的表现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的情感状态。网友们纷纷站在他这一边，支持他的立场，与他并肩作战。他的勇气和决心赢得了大家的敬佩和尊重，成为了众人心中的楷模。尽管何赛飞事后道歉，但公众普遍认为他在这件事上并无过错。他的回应仅加深了大家的这一印象。他的人品如同璀璨的星辰，清澈透亮，值得信赖。他的艺品如同优美的旋律，深入人心，让人折服。两者皆为我们所信赖的典范。去年金鸡奖的竞争可谓激烈，闫妮、樱桃与惠英红等实力派女演员皆获得提名，她们的出色表现让人印象深刻，期待她们未来的更多精彩演绎。尽管惠英红未能捧得奖杯，但观众们却为她感到深深的惋惜。她的出色表现无疑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尊重。终于，奖项落入何赛飞之手，众人皆无异议，实至名归。他的才华与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认可。他为人谦逊，相貌与才华俱佳，专业能力始终如一。对他，我们有何理由不倾心相待，不倍加真爱呢？在许多电视剧中，编剧们往往缺乏严谨性，对于穷人的描绘过于简单片面。这种现象令人遗憾，因为真正的穷人生活远比镜头中展示的更为复杂和深刻。并非只有金钱才能定义一个人的贫富，背不起豪车、大牌包并不意味着贫穷。财富的定义因人而异，有些人可能更看重物质享受，而有些人则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仅以一个人的外在表现来判断其经济状况。每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不同，所以穷与富的标准也不应一概而论。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追求幸福和满足感。虽然理想的生活条件令人向往，但我们必须承认，
现实生活中，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那样的境地。在开端中，那简陋的车库便是他们的家。农民工们以馒头蘸水喂食，这才是生活真正困苦的写照。承欢记中，卖家的经济状况虽然未至贫困，却也只是上海这座繁华都市中一个典型的普通家庭。现在所展现的成果，已然体现出了其高度的合理性，这无疑是对我们努力的最好回馈，值得我们为此骄傲与自豪。